开始养我的灰犀宝宝之后呢，我才发现，哇，原来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亲子友善的国家。那其实我养我的儿子当中呢，我就发现有一些事情让我真的很惊讶，就会让我觉得，哇，在台湾养小孩真的很棒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在台湾养我的儿子当中呢，让我惊讶的6件事情。那这6件事情我分成了3个主题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呢，记得去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也可以在留言区推荐我拍什么内容，或是去哪里玩，或是吃什么食物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哦，走吧。好，第一件事情我想要讨论就是，台湾有很多亲子馆，还有亲子餐厅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棒，因为真的，瑞士其实那边有亲子馆是没错。像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，我有带宝贝去一个亲子馆，那其实是第一次我知道，原来瑞士有这种东西。所以我的表姐带我去那边，然后就是可以给小朋友玩。那我觉得那个亲子馆很不错，因为它其实有很多房间，然后每个房间有一个主题，像是就是工作室啊，还有那个 cosplay 啊，还有看书啊，还有去那外面玩啊。所以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给小朋友体验不同的事情。还有一个蛮可爱，就是像在一个 cave 里面，然后其实那个房间就是暗暗的，就是让小朋友就不要有这个恐惧，就是怕暗的地方。那其实我觉得台湾亲子馆真的太多了，这个是哇，你真的玩不完呢。而且我觉得你有一个小朋友，你就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玩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觉得说，在家里可能玩具也都玩的差不多，所以其实有这些亲子馆，而且其实到处都有，然后有免费的可以进去，或是有门票的。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那么贵，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在那边玩很久，然后也可以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玩具啊，不同的事情啊，还有一些活动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其实关于亲子餐厅这个，在瑞士我真的无法了解为什么瑞士没有这种东西，真的是太棒。然后我真的自己觉得，我自己想去瑞士开这种亲子餐厅，但是其实在瑞士开餐厅很麻烦，但是我觉得那边有这么多的家庭，然后这么多小朋友，就瑞士真的没有这种亲子餐厅，所以我这一次回去餐厅，我真的很很困难，因为我带小朋友去，然后要跟朋友吃饭啊，但是小朋友也不让你好好吃饭，因为一直闹脾气啊，一直想跑出去啊，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你这早餐跟你的朋友的时间。所以其实，在台湾有这种亲子餐厅是超聪明的，因为你就是去吃，小朋友在那边玩，他就不会吵你，真是太棒了！真的对我来说是，瑞士一定要开这种亲子餐厅，我觉得会很流行。好，第2件事情呢，也是跟亲子有关系，就是亲子厕所。那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？是因为我觉得瑞士真的没有亲子厕所。这个我真的觉得，真的疯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每一次可能我要换宝贝的尿布啊，或是我想要去上厕所，就是跟宝贝上厕所，其实很麻烦，因为在瑞士没有亲子厕所，所以其实你只能接 disabled people 的厕所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进去，
你要去找那个店长，然后问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有那个厕所的钥匙吗？我需要用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换你的身份证，他才会把那个钥匙给你。然后你还要去厕所开门去上厕所，然后你厕所完了，你就是要关门，然后再去找那个店长在哪里，然后再把那个钥匙还给他，他再把那个身份证还给你。我真的觉得超麻烦呢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子的厕所，然后就是自己给我们用呢？我真的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台湾真的很棒，因为有那些亲子厕所，而且其实空间很大，所以你有很大的推车也可以进去。然后如果你只有带小朋友，他也可以也有自己的厕所啊，或者是也有自己的椅子可以坐着啊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安心的上厕所。像这一次有一次我去机场接我爸爸妈妈，然后我就需要上厕所，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 disabled 的厕所，但是呢那个门没有开，我就觉得我真的要疯掉了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在机场到底要问谁才会把那个钥匙给我，所以我就放弃，我说算了，我去正常的厕所。结果我就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看，我想说哇，但是我上厕所没有人看小朋友怎么办？然后就还好有一个人在旁边就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看呢，你就很快的上厕所。我说真的吗？谢谢。然后我就快点的上厕所，那个人就是好好的帮我看小朋友，我就觉得瑞士这个很麻烦，所以真的希望瑞士会有这种亲子厕所跟亲子餐厅。好，下一个是一个小事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差异，就是小朋友呢发烧的时候，在瑞士我们有一个做法，就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在瑞士。如果小朋友发烧的话，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做就是把宝贝的衣服脱掉，对，然后就是用一个湿的毛巾，然后就是擦身体，就是让那个发烧不要那么高。但是我来台湾之后才发现，其实不应该这样，对，因为我来台湾之后就发现，台湾的小朋友发烧的时候。就是要多穿衣服了，然后就是要让小朋友流汗，才会把那个发烧弄低了。那这个是对我来说，其实我现在还不太习惯，因为我一整个人生都是有这个概念，然后就来台湾就觉得，不是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所以我就通常还是会有这个习惯，就把宝贝的衣服脱掉。但是就台湾人看到这个就会觉得，哈，宝贝发烧你还把衣服脱掉什么？对，他们会很吓到，但是就是我们国家不一样嘛，好，下一个是关于幼稚园，因为最近呢我们就申请了一个我们家附近的幼稚园，然后我们的儿子会在11月份就是进入这个幼稚园。那其实有一个文化不同，就是在台湾幼稚园可以从2岁就开始上，就是上游泳班。然后但是呢，在瑞士就是4岁再开始上幼稚园，所以代表说你从出生到4岁，如果爸爸妈妈都工作，小朋友都会一直去托婴中心，到他4岁的时候再能进去幼稚园。那其实，在台湾就是你从0到2你就上托婴中心，然后从2岁你就可以上幼稚园。那其实这个是蛮有趣，因为像是我李安他的表姐，所以我表姐的女儿。他3岁多了，然后他现在还在上托婴中心，但是李安2岁就已经要去上幼稚园，所以其实就有一个 gap， 就是蛮有趣的。但是我觉得台湾这样子比较好，因为
其实小朋友到这个年纪，他们就是很喜欢一直跑来跑去啊，然后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在托婴中心就有点像他们就没有办法长大，就是没有办法发展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从2岁带他去幼稚园，就会让小朋友的增长越来越快，然后就是发达的比较好，对。好，下一件事情就是也是跟幼稚园有关系，也是一个小事，但是我觉得蛮有趣，就是在台湾的私立幼稚园，他们已经开始上英文课。那其实我觉得是很好啦，因为要从小时候就是陪小朋友去碰到这个环境就比较好，他就会长大就会可能英文比较好一点 ，or not。但是这个看小朋友啊。那其实，在瑞士啊，我们学英文，你们知道从几岁吗？我们从12岁才开始学英文，所以你们就会觉得，你们都英文很好啊，什么的啊，因为你们有环境啊，什么什么。但其实没有啊，其实我们比你们开始学英文晚多了。然后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有那个环境啊，因为如果你的国家是讲法文，那大家不就讲法文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想有环境，也是要自己去找这个环境啊。那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幼稚园开始上英文，我觉得是让我蛮惊讶的。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有固定每个礼拜就是几个小时上英文课。虽然公立学校没有，但是如果是私立的话，那就可能也让小朋友也多的语言，然后也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，也是不错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台湾私立幼稚园其实算是蛮便宜的，因为呢，之前我好像欢迎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听说，那个私立幼稚园很贵啊，你们一定要去找什么公立学校啊，但是公立学校很难申请，因为要被抽钱啊，什么什么。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，好像上幼稚园有一点麻烦，然后就是私立学校会很贵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如果算来算去，就会觉得，好像也没有人家觉得的那么贵。我将这个跟瑞士比起来啊，因为比方说，如果在台湾，你上幼稚园可能又有班，你一开始就要付可能3万多块，然后接下来每个月你要付1万块。所以其实可能每个月就变成是1万出头之类的。那在瑞士私立学校、私立的幼稚园，你至少要10万到10万台币一个月哦，一个小孩哦。所以其实如果看瑞士比起来，我觉得在台湾有这种私立学校可以上英文课，然后还有补助哦。对啊，还有补助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贵啊。像在瑞士也有一些补助，但是你幼稚园的话，你最多还是你自己要付的。所以其实边上说，如果你想在瑞士有找到一个私立的幼稚园，其实除非你的薪水很好，那可以，但是要不然真的是付不起了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希望你们有享受看这个影片，还有学到一些台湾跟瑞士养小孩的一些文化差异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帮我多分享哦，谢谢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谢谢帮你们支持这个频道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，也帮我留言一下，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。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